今天我们在贵州毕节的大山里，发现了一条在绝壁上开凿而成的人工水渠，脚下便是300多米的万丈深渊。很难想象，在缺乏现代机械的年代，村民们是如何仅靠钢钎、铁锤，在这刀削虎皮般的绝壁上一锤一凿，硬生生凿出这条生命之渠。远远望去，这条水渠宛如一条巨蟒盘踞在悬崖峭壁间，每一寸都凝聚着当地人力拼改命的决心。为了生存，他们展现出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。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，一起去感受这条用生命换来的水渠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婷婷，今天带大家看看以前的村庄缺水时，村民们在悬崖绝壁上开凿的水渠。前面就是最危险的地方了，难以想象当年的村民们在开凿时有多么艰难，这可是用血汗换来的生存希望呀！这里没有护栏，每走一步路都让人心惊胆战。走吧，现在我们就上去体验一下。现在它这水渠里面是没有水了，全部换成了水管。大家能看见吗？因为水渠它这里有些已经塌了，需要随时维护。换成水管的话，只要它不漏水，就不用管它。要是以前就有水管的话，大家就不用这么麻烦了。这片悬崖绝壁上全是以前的人们手工开凿的痕迹，都是用钢筋、凿子，然后锤子凿出来的。我的妈呀，这里好高呀，根本看不到底部，简直就是一个万丈深渊。还是靠里面走吧。大家从我们的视频中看，是不是以为当时的人们是站在这条路上开凿的水渠？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大家看对面的山体，当时的人们是用绳索从山顶把人吊在空中开凿，它的难度是站着开凿的几倍。这条栈道还是挺危险的，没有护栏，根本不敢站在悬崖的边缘。当时为了修建这个水渠，耗费了全村的劳动力，男的负责开凿，女的话就煮饭之类的，负责生活嘛。这里的水渠其实有3条，我们站的位置是中渠，它上方的话还有一条水渠，下面也有。你怎么老是喜欢看下面，但是又很怕的样子？我觉得下面的风景挺漂亮的，一片绿油油的，但是又太危险了，忍不住想去看它。下方有一条很急的溪流，从这里都能听到哗哗哗的流水声。像大山这些水源都是藏在地下暗河的。哎呦，前面那里好狭窄呀，估计是这条栈道最狭窄的地方了。像我们现在生活这么便捷，还是不能切身体会到他们当时缺水的那种困境。在那个年代，缺水还是比较严重的，因为没有水就种植不了庄稼，就会闹饥荒，人心惶惶的。前面这一段路，估计是这条栈道最狭窄的地方了。加上水渠，它的宽度大概就在1米多一点吧。来到这个地方，只要你不看下面，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恐惧。但是恐高的人还是建议别来。你们发现没有？这边这些水渠好像是故意填满的。因为它的管子长期暴露在外面，容易破损，才用这些石头遮挡住的。
再欣赏一下风景。这边有一块大石头遮挡，哇，这里垂直落差有好几百米了吧？咦，这石头上面全都是粪便，应该是燕子的。看来上方有燕子筑巢啊！你们看，那里就有一个，看得见吗？因为它的燕窝和石壁有点相似。你们看那边，要是修建房子在那边的话，绝对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。这条水渠走到这里就没有那么危险了，因为刚好旁边有树木和杂草遮挡住的，前面也是被杂草覆盖住的，我们就不过去了。现在给大家往反的方向走走看，有什么不一样的视角？这条人工开凿的水渠到现在我们就已经看完了，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